针对有关于溧阳违法在台南的七股违法取得电业筹设许可，在起诉的时候已经很具体的指出来，他违法的图利有91亿元。但问题是，竟然只起诉了一个台南市的前都发局局长陈凯琳，还有经济部一位所谓的模范公务员林文信。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当中，最关键的问题，我们一直在找为什么没有经过长官的许可，怎么样去取得电业筹设许可？怎么可能陈凯琳他可以只手遮天？怎么可能一个经济部能源局光电组的组长他自己就可以决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出发点是2020年7月小二甲的禁令。我相信所有关心太阳光电发展的朋友应该都非常的清楚，避免农地破碎化的小二甲禁令，在2020年7月31号以前才能够存在，2020年7月31号以后全部都禁止。那禁止了以后，他开了3个例外，包括了说他本来完整性不佳的零星农地，或者是在2020年7月31号以前就取得了并联的许可，或者是在2020年7月31号以前就已经核定是属于6.5 GW 达标计划当中的内容。我们今天要请教经济部的是，请问溧阳集团他们到底符合哪一个例外？为什么这件事情重要？因为溧阳在台南七股利用化零为整的方式来取得电业筹设许可的时候，它根本不符合法规所明定的3项例外。换句话说，当它不符合法规所明定的3项例外的时候，我们的台南市政府到经济部竟然核准他发了电业筹设许可，这就是明确的违背法律。我们希望今天经济部讲清楚，它到底符合哪一个例外？因为我们持续的追踪，发现它根本不符合任何的例外，还不是只有当初在提出申请文件的时候有文件造假、日期倒填的问题，而是在不符合法令所定的例外之下，我们的经济部跟台南市政府竟然违背法令，帮他们试图量身打造解套的方案。而事实上，溧阳集团他也知道他们不符合任何的例外，在不符合任何例外的情况之下，他们却持续的透过溧阳集团有利的人士来进行关说，来进行施压，让整个公务体系竟然在不符合例外的情况之下，违法的核发他们的电业筹设许可。其中关键性的人物，溧阳集团实际的负责人也是英系的大庄脚古胜辉。古胜辉去找了黄伟哲以后，黄伟哲点头交办，而当初反对的承办科的科长因此遭到撤职。撤职了以后，黄伟哲点头就改采所谓的联审制，但实际上面他们的审查方式变更，这个申请案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违法的申请。在这个违法申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有办法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打通任督二脉？其中关键性的人物除了古胜辉以外，还有前民进党的中执委郭在清。请问一个前民进党的中执委，他具有什么样子的公职？一个不具有公职身份的人，由郭在清带着古胜辉，让黄伟哲点头开绿灯。最后这个决行的公文是谁决行的？如同我们之前所一直在查的，绝对不可能是陈凯琳决行的。这个决行的公文上面清楚的写着，是由台南市的市长黄伟哲自己亲自核准公文决行。请教一下黄伟哲市长，你为什么针对这个违法的申请，在郭在清带着小古胜辉去找你了以后，明明是一个违法的申请，你为什么竟然还是核准决行？除了地方政府以外，还有中央政府。起诉的时候载明，在起诉的起诉书当中，我们有一点不太确定，这个检察官他是在掩饰什么事情？我为什么说他在掩饰什么事情？他说经济部裁示交由林文信协助处理。那请问经济部是谁裁示？是没有查，还是查了不敢写？经济部是一个机关，机关不可能自己裁示一定是由上面的长官所裁
才是。那请问一下，当初是如同重放黄伟哲一样，是没有查还是不敢查？到底是谁才是的？哪一个长官才是要求林文信针对根本不符合例外要件的违法申请，协助他去处理，透过违背法令的方式，让立阳集团取得电业筹设许可。这一个违法的电业筹设许可，最后决行的是当初的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如同我们一开始所在质疑的，一个陈凯琳，一个林文信，两个人怎么可能只手遮天，帮立阳集团违法取得电业筹设许可？这上面一定是有更高的长官参与。看到这样子的状况就不难让我们可以理解。当初立阳的弊案爆发的时候，前经济部部长王美花还说把我们最优秀的同仁起诉。请问王美花，你是在帮同仁打抱不平，还是在帮自己脱罪？这一种根本不符合例外的违法申请，从经济部的嘴巴竟然把它称为是一个通案性的决定，请问如何通案？最核心的一个关键问题，突破小二甲禁令，立阳申请电业筹设许可，到底符合哪一个例外？说清楚，讲明白。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完了所有的法规，当初所有的申请文件，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根本不符合任何例外。在不符合任何例外的情况之下，请问台南市市长黄伟哲、前经济部部长王美花，为什么针对这个违法的申请，还是决定要放水图利立阳集团？我们希望经济部可以站出来说清楚、讲明白，也希望台南地检署跟大家讲清楚，当初在起诉的时候，为什么抓小放大、拒见起诉、重放高官？